日本主办的2023 G7峰会结束了，原本计划要对我们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围堵打压，可是，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根本就没有提这件事情。那么是G7怂了吗？他们是换了另外一种打法。不过，不管你怎么打都好，G7的整体衰弱已经让他们是力不从心了。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美国一直试图就主导G7集团对中国经济实施围堵打压，把G7集团变成一个政治化的集团。那么此前西方媒体曾声称G7峰会期间将讨论应对中国经济威胁的议题，但本次G7峰会它最后的联合声明上并没有涉及和中国有关的任何问题。这个结果挺出国际社会意料的。G7现在这么做它其实有两层意思，我们可以看一看。这第一G7成员国它正在重新审视和我们中国的关系，采取相对更冷静理性的态度和我们中国在经贸方面进行互动。毕竟这G7峰会主要还是要谈经济上的事情。第二一点我们也要看到这次虽然没有提及我们中国，也没有把围堵打压中国经济当成主要的议题来讨论，至少在公开上他没有这么去做但是在私下里边，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盘算的。在第一轮的博弈之中，这美国他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所以现在就要换一种打法，那就是要给你掺沙子扔石子，分化我们中国的凝聚力和我们中国的影响力。我们注意一下你看这次G7峰会作为主办国日本，当然这不光是日本自己的意思他邀请了一些非成员国来参加，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印度和巴西，尤其是这个巴西。此前这G7是根本不搭理巴西的。我们注意一下巴西总统是刚刚结束了对我们中国的访问，和我们达成了很多的合作协议。而巴西和印度它有另外一个身份，什么呢？就是金砖国家成员。这很大程度上就是G7想在分化我们金砖国家，削弱我们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影响力。我们中国逐渐正在主导这种新兴国家经济秩序之初，那就要扼杀住中国的这种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客观上来看，今天的G7已经不是过去那个G7了，它很难做到这些。G7集团要说起来，那是在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这个背景之下，它逐渐的组合发展起来的。它就凭借着7国集团本身的这种强势和实实在在的强大实力，以及美国相对其他6国的这种绝对的强势在客观上它就是对这个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毕竟G7加起来那占世界的整体经济的体量相当大呀，这就是说话响当当的。那没办法，G7的经济能力顶峰的时候它占世界的70%。G7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所谓那个巴黎和会之后那个5人俱乐部它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里的核心的一个小圈子，是强国的小圈子。但是今年咱们透过这个G7峰会来看那就是明显不同了。这第一我们看这个G7 7国总体的经济体量，它已经没有绝对的优势了，而且相对优势都不明显了。尤其是这个美国，你现在拖了一大笔国债上限的这个烂账，疲惫之态尽显因为拜登他就取消了很多的行程在广岛一路面飞回国内去干什么去了？去处理他国内债务上限这个问题去了。第二一点我们看G7之中也开始出现反骨。日本它已经开始试探性的去扎一扎美国，看看这个美国的现在强势程度在哪里。他干什么？他邀请美国在广岛那个核爆炸的地方这个道歉。你说这怎么可能嘛？这其实就是日本在试探美国。第三G7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和我们中国有着密切而且规模庞大的经济往来，我们中国当然也需要和G7往来可是G7你也想清楚它也很难离开中国。所以你看到这个美国拉着G7好像来势汹汹的原本要弄出个声讨我们中国的纲领性文件，可到最后却换了这种迂回的打法。G7的系统性颓势已经显而易见，说到底实力不太行了。